各位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桃花坞5周年音乐节的现场，在我身后呢就是我们的雪山舞台。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，让我们掌声欢迎！欢迎来到新一季的扶持目标无名，我是许天福，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宋妍霏 CC。你改名字了？许天福。没有，我就在这里叫这个名字。哎呀，对，我想说怎么？因为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这儿，你今天第一次来，在我们这儿呢，我就不是我了。你是许天福，我是许天福。我这次来呢，是想要扶持各位哦，因为呢，当然好像你是不是用不上什么桃花币？对，我今天桃花币已经没了，我已经给文静她去买项链了。等于说是我如果扶持到你的话，你就是进去扶持他们。对，我是锦鲤。OK， 你是锦鲤。OK， 那让你这条锦鲤变得更加的肥硕啊，不是这个话怎么那么奇怪啊？就是让这条锦鲤变得更加的幸运。对不对？就靠我了，好不好？等一下能拿多少桃花币？从0到100不等。哦，我要100。那看你运气了。肯定有。好吧，那你说有就有啊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跟你介绍一下，我们一共有3个环节，就是每一个环节结束之后呢，你就可以获得一次我们的叮叮叮。啊，就可以获得一次我们的这个扭蛋机的机会。那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待会儿有自有妙处。那你刚刚拿起来那一趴？我拿起来嘛，就是随意发挥。哎，你好，对我很好奇哦。你是进来对我最好奇的。不是因为我们毕竟很久没见了，自从《桃花坞2》之后。对，我们3年没见。对啊，现在都第5了都。啊，你是作为这个就是荣誉的污名飞行污名回来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每一个球里面就有一个数字，数字就代表你能获得的刮刮乐的张数。好。刮刮乐的背后就是有你能获得桃花币的个数。好吧 ，OK， 那接下来准备好了吗？来吧，来，准备好了。什么意思？要击掌？哎，算了，你没有什么默契啊，没什么默契。我以为你要是拿点什么从我这里。没有。我也没有币啊。那接下来就这边，因为我们老朋友来，就挺好玩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第一环节，污名唠唠嗑。规则很简单，我们聊聊天。他们听我们聊天，好，然后听得开心，到最后就举个绿牌子。真的，你们还要打分啊？他们也不打分，他们就是好和不好。不好的标准是什么？好的标准是什么？就觉得你有趣就打好，无趣就打差。觉得你这片子剪不出来就举差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你知道吧？剪得出来就好，可以过了，下一趴，懂了吧？这是导演组给口令的方式啊。好了 ，OK。第一个问题，那 CC 也提到了自己是第2季来过，那第5季再回来到桃花坞是什么感受？什么感觉？就像回家了一样，很温暖，很开心。哦，那你还记得上一次来这个桃花坞的感受吗？上一次其实我刚开始特别紧张，因为也是第一次录这种慢社交类的综艺嘛。前些日子在浪姐时还跟小辣聊过这个问题，但现在就是好像放开了，因为桃花坞节奏真的非常的慢，就你真的是在这里面啥事儿不干。哎，但是我觉得你是我们来扶持目标无名最特别的一个，就从这方面来讲，因为别人来都说哇，为什么桃花坞有这么多活要干，为什么这么辛苦，只有你过来桃花坞什么事都不用干。是不是要反省一下自己，要努力一些了？是不是？对啊，我这一上来就说钱了，给你。对，也不重要，对不对？哇，你也是蛮佛的一个人哦，感觉。哎，那这一次来，因为你说上一次来桃花坞特别的紧张，对，就是一进来的时候。对。那这次一进来的时候呢？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像回家一样，就大家都很热烈的欢迎你。然后这次其实认识的人也更多一点了。哦，有老朋友是不是？有啊，就之前的老朋友有，但是像650啊，然后弟弟，我跟弟弟也认识，然后小乐也认识。小乐因为我们是私底下同一个拳击教练。然后像周依然我也认识，朱丹姐，然后宁静姐之前是录过一个综艺一起，但是很短暂的一次见面，但那次我就记得宁静姐夸我说你的舞台好好看。对，那今年新无名，你前面也说到，有很多你熟悉的人，对，但是有没有谁是你来之前最想要认识的？我要不要给你现在列张名单？你现在卡的时间好久，我给你列张单子在这。不是，因为我在想名字。对，就是谁你最想要认识他？我除了老朋友，我还都蛮想认识，因为来都来了。然后这个是一个能社交的一个场所，就比起你说我们平时活动的时候，因为其实大家可能基本不太说话，可
可能都会就是像我哈，我就比较跟在那边，比较社恐。但来到这里，因为你可以很放心的、自如的跟大家去交流，所以我就还都想认识。对。哦，端水大哥，那个不是端水大师，不好意思，晚了，我一到晚了就错乱 ，CPU 有点混乱啊。现在才9点不到，对我来说很晚了，老年人。那因为前面 CC 说了，你跟静姐、丹姐、蔡姐其实都认识，也都是你的师姐，其实对不对？对，还有上姐。所以这次来虽然很短，其实才1天，是不是？待了1天，1天的时间有没有来得及跟他们取经，为浪姐的决赛做一些准备？其实之前我在来这之前已经取过经了，因为我在别的场合都有碰到过他们，然后我就说很紧张啊什么，他们就说你不要紧张，你进去，就会录得很开心的。然后我发现的确是这样，好开心啊！假的，每天都有事儿干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不是，你前面那个表情绝对是假的。因为为什么？我发现了我的性格是，你需要给我事儿做，然后我就会冲。你反而让我什么都不干，我就会不知所措。明白，这种感觉会让我觉得就是会懂了不知道要干嘛了。因为刚参加完浪姐，然后回到桃花坞，这的节奏太慢了，然后会让我觉得哇，好放松啊。因为今年呢，你和智胜、小辣、梦姐他们一样，也要迎来我们30岁的生日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好，有没有什么计划会怎么样过呢？其实我非常开心能够迎来30岁，因为我知道30岁才能上浪姐。但我34了还没上 P 哥，那你要检讨一下。我是我的问题啊。对，然后其实我一直在想今年生日要怎么过，因为30岁以前我每次生日好像啊，大多数都是就是找一大帮人，然后大家在一起 happy 啊庆祝啊。对，所以我想说30岁是不是可以尝试，反而什么都不干。没有这个仪式感，好像也 OK。所以30岁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我一直不觉得说这个数字会有什么限制，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好像都一样。明白。是我可能成熟了、稳重，但是我同时我还是有孩子气的那一面，我还是有不成熟的那一面的。所以对我来说没什么太大的区别，是不是 ？OK， 你前面说到了你是有你成熟的一面，有你孩子气的一面。如果你用一个词形容一下你自己的话，一个词，自信。这个词我很喜欢，这个词很喜欢。那你展开说说。我什么？我只是随便喜欢，你也不用那么认真了，好吧？就自信很好。我们不是很 serious 的一个访谈，我们不是很 serious 的，我们在我们这儿，好吧？我们特别不 serious。OK， 好。那去了姐姐的舞台，一路这个乘风破浪走到现在，总体的感受什么样？我觉得还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，能上舞台，我觉得对我来说已经是个我很值得珍惜的东西了。然后包括在里面，真的受到了非常多的爱，就姐姐们的爱也好，然后粉丝们的爱也好，我觉得是因为在里面姐姐们会很真诚的夸赞你，然后你这个嘴角每天都咧到这儿，然后就沉浸在就是这样姐姐们的，这好漂亮，好漂亮，我就很开心。那觉得最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其实因为在浪姐里面确实会有不同年龄层的姐姐们一起相处，看到姐姐们身上不同的故事，你会听她们说很多故事，就有的东西她们可能真的不擅长，但是她们愿意去尝试，给我建设了一个非常好的勇气。对，她们在我30岁画了一笔很色彩浓墨的这样的一笔，对，我觉得这是我收获非常大的，然后也收获到了很好的友谊。好，那因为可能之后要参加决赛嘛，是的，对吧？那给自己的舞台定一个目标会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就享受舞台了，因为姐姐们真的很不容易，就是我们大家能平平安安的把这个舞台完成了，就已经是很棒的。是因为还有很多可能特殊的情况发生，对不对？你唱的时候一口风吹进来，然后就是开始干呕。对，会真的会，对，风真的会吹。我有时候唱的时候就是一个风进来就，而且有的时候会嘴巴粘上，太紧张的时候会水分流失哇，所以真的是户外真的是比那个就是室内的要难录很多啊。好，那我们聊完浪姐了之后呢，因为也是看了你好几个舞台，因为我可能有一些任务，就是可能我每次要在这里可能要学一些东西教我们的来的，交给谁就别管，就是可能需要有一些环节需要我交给对面那位嘉宾的。OK，你要交给我？不用。我不用交给你，我想从你这儿学一点。我不是对面的嘉宾吗？你是对面的嘉宾，但是那你不是要交给我吗？我还不配教你，我在你这儿先学一点，然后我再学。交给谁？
哎，你很像那个10万个为什么，你就一定要刨根问底。OK， 交给就是那些肢体不是很协调的人。为啥？为啥为难他们？你为什么为难我？我们这边就是这样，我就喜欢就是这种看大家很勇敢的样子，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，也要破浪一下。对，没有，我就是跟你这里先小学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先不，你就想叫简单一点。我教了你那个庆典好了，这是我的有一趴动作。哦，可以，不要太难啊，我先看一下，小看一下。那就是从这儿开始吧。OK， 好，我要这样的。对，3、2、1。OK， 这样。点亮了，庆典。你庆典要有个 ending 或者是庆典。好，就这么简单，是不是？就这么简单。好，可以来吧。等一下，我看的，我得从头。故事日多追随，这一夜，那破旧皇宫的台阶，我忘情掉落的汗水。好 ，OK， 预备。3、2、1，我忘情掉落的汗水，点亮了庆典。好，你跳出你自己的 style。好，鼓掌，各位。这段还是不出去叫了，好吧？那前几天的话，你曾公开表示要兼职当乐姐的站姐，是什么让你有这个想法的？是因为我那天去机场，然后有我的粉丝给乐姐写了信，包括我刷到帖子说，他们想要粉乐姐，说对不起西，我先去粉乐姐了。原因是什么？他们就觉得乐姐比较，可爱吧，好笑。因为我的 vlog 里面经常会出现她嘛，然后她也比较会，可能满足一些粉丝的，情绪啊，然后想要看的东西。我们就是有求必应，非是。但是其实我看了一些你机场的一些路透什么的，我觉得你也挺有求必应，就是粉丝可能有时候跟你说那些土味情话的时候，你就会接。所以你其实平时，是一个会说土味情话的人吗？不会的。如果让你对你的粉丝说一句土味情话的话，能说出来吗？这么羞耻吗？你对着你的粉丝啊，不用对着我，你对着你的粉丝说，